这种这么暗的地方跑出来，它会害周遭你要观察这些地方，你会不专心。好，明相，首先我觉得你的美感、颜色这一年进化的很多，那有一些小的立体结构呢也改很多了哈。然后我现在要给你就是比较偏向人物动作体态的调整。那上色部分，我觉得你先维持这样继续上色，我觉得没有问题了。甚至到画工作案用这样的上色，我觉得也都蛮不错的哈。基本上色彩部分没有太大问题，你只要谨慎一点的面对这个这么黑的地方就可以。那现在的日系啊，应该说目前普遍网络上啊，面对到这么黑的地方，都会把颜色换色系转掉。你要理解为常色也不是不可以，就是我们要知道颜色明暗差异嘛，对不对？明暗差异，然后知道立体嘛，对不对？那现在处理方式把暗的颜色换成另外一个浅色，换成另一个色系，然后它的那个明暗很像，但是呢，毕竟是两个色系，所以它会有个界限差，用这种方式来表现立体感。这是一个转换的手法，它会让你颜色看起来比较淡。好，那我觉得你在人物部分呢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说运用到背景这边的话，你可能就有点不知道该不该加的这么重。答案是不应该。好，那如果说你这个背景的颜色黑的地方不要画的这么黑，我觉得这张图就真的是另一个局面。你可以感受一下，来看一下，我帮你改的。来，那你觉得我改了什么呢？这边我也标了几个笔记的点了。那你先整个看一下。我看到这画面呢，人物的那种漂亮的感觉呢，真的有一点在彩稿上呢被这个很黑的这个色块给吃走。你说明明我们应该要看亮的，我们主动来讲要看比较亮的，就是生物的趋光本能嘛。其实解释完整一点是看对比强，我们很容易眼睛就看对比强的那个地方。那当一个那么暗的地方一出现，很容易就把我们目光拉过去。那以后这样看暗的地方，那是不是就会连周遭的一起分辨清楚？不，这种这么暗的地方跑出来，它会害周遭你要观察这些地方，你会不专心，你的注意力非常难集中，观众的注意力就集中不起来。所以这些暗的地方调掉、处理掉，你只要有区隔就好。我就反而人物就可能更透亮好看。好，然后我主要改动什么？因为我觉得你的脸这边的脸都蛮好看的，这脸没有问题。我在画的时候我就想说，那要不要你画你没有错的，我认为你没错的地方我就都不要改，那这样会缺两张脸，会怪怪的。所以脸部分我就照描一遍，基本上是照描的，没有问题。你脸啊，然后我觉得很多美感都不错。那我帮你调的是这两个角色的动作。我调的第一个呢是这个是原创还是二创？我是盲猜二创。好，然后这个动作呢，你要完全这样稍微有一点点，我帮你改的是更偏侧一点的，更偏侧。那你要像这样子稍微偏正多一点点，不是不可以。但是呢，我如果像这样偏正面多一点的话呢，这个腿呢，我就会改成这样子。我的选项上呢，就会让这个腿不要往侧面压，会更靠中间一点点。我会这么做。我觉得这样这个动作会比较能够成立，但是这也是一个选择，本来人的腰就可以转，只是说会不会有更犀利的表现空间。那我的选择是偏侧多一点点。那这个选项比较无关对错，其他地方的对错会比较明显一点。像这个身体我改的方向你当成一个参考就好。另外就是说后面跟他一起这样趴在这个铁瓷玻璃什么的，这边的动作呢，我觉得胸腔、腹腔的重叠呢不太够，有一点太直了。所以呢，我这边调整的是我把后面这个人的身体重叠的好一点。那我觉得立体感会比较漂亮，你自己再感受一下。好，然后呢，你很多东西画得很不错了。这个手绕上去要捧在这个身上，我为什么觉得这个身体的感觉我会想改呢？就是也有可能是受这只手的影响，因为我觉得这个手过来，然后你要搭上来，搭到这个身体上面来的话呢，应该你手就已经要抬起来了，不抬不太可能。你直接这样平伸着，代表的是底下没有立体变化，都是个平面，你手才可以这样平的伸着。那只要有个东西凸起来，你手就是一定会被顶起来。那顶起来的话，那就要画出立体远近。所以呢，我想要画这个立体远近，那我干脆就把身体也跟着一并调了。那看这个红线，我们先一个一个讲。首先是这个，好，那这条线应该是我们的那个眼窝到眉骨翻额头这样子上去，要有这个变化嘛。好，那这个当然有没有可能说后天被头发盖住，然后冲销掉这条线？如果要用头发盖住，那我觉得就要明显一点，遮得多一点，或者
直白一点的让开，让出这个眉骨，因为在这边，如果你的这个头发边缘跟这个眉骨的线条有点不上不下的，这样的话呢不够明快，反而影响了整张脸的立体感。一要讲的是这个地方。好，然后二的话呢是比较画面上明显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这边要画的呢，应该是这个角色，就是镜头呢由上往下拍，然后两个就躺在地上，对不对？好，那这些头发呢铺开在地面的感觉呢就要很明显。那你目前的画法呢是让头发散开而已，你没有铺开到地上的话呢，线条在这边我用的方式，这样会不会比较像是贴在地上？这两个角色你都可以看一下，这些有没有比较更偏向贴在地上？那你原本的会不会只是飘开而已？有些地方呢，你画的是有成功的，那有些地方就没有成功。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要直接在这边要铺到地上去，线条最好是有个明显夸张的转出去，像这样转出去。然后呢，如果呢你另一条线也这么转同方向，那这个解读呢叫做被风吹。那如果是垂挂在地上，那头发呢就可能会有另外一束在这边从另外一个方向铺在地上，就会稍微有一点看似无序的这种凌乱的摆放方式。但这些头发要放在地上都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要有明显剧烈的转弯，要转这个弯，要转的够大。如果你像这个转的不太够的话，甚至没有翻折的话呢，它就比较不像放在地上或者被东西抵住，然后有立体变化。你这边还比较像，那你看一下我这边的处理方式，我就是让它转弯幅度增大，然后有其他交错出来的，像这样，那它看起来就不会只是单纯的炸开而已，而是说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原则贴到地上去。好，你感觉一下是不是这样？这个比较难一点点。好，下一个呢是身体这边我的调动，我调的话呢是把你这个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选项问题啊，我想要让它更加立体，所以呢我把身体改得偏侧一点。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你身体侧面立体厚度还蛮明显的，就是有一点不太够，因为你这块造型一上去的时候呢，这一块就没有对应出立体感哦。那这边应该画到什么地方？来，首先呢你要躲开这个乳房，所以呢线条你可能要强行的画这个走势，然后绕着乳房，那就要看这边再怎么挤着画。但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原本的设计，所以我有点搞不懂这个是怎么一个外观。那你就要明显一点，然后可能皱褶要跟上，有被这个乳房挤开的感觉。我认为它是一个类似外套，然后有个领子那种东西啊。那如果是我画，我不会想要让它整个胸那样露，我可能会为了顾全这边的立体感，我会把这边遮起来。不是我不想露，而是因为可能顾及这个服装的逻辑比较重要，它的立体逻辑比较重要，我会这么遮。那你画到这个地方来，那你就给自己弄一个很大的坑，立体的坑。这边明明都很立体，到这边莫名的，不管轮廓各方面的，你就立体不起来的。所以我在改的时候呢，我是直接把它硬掰到旁边去，像把它扯到旁边去，直接要胸要露就全部露，你在那边卡一个直线，反而妨碍了胸部的生长。我的感觉是这样。然后3的话呢是这个手臂位置吧。我处理的方式是因为我知道这个角色应该呈现的是稍微有一点含蓄的感觉，是不是？那我觉得这个动作呢，这样的感觉有一点不够自然，所以我把手缩进去。因为正常我们这个手臂要打开，你如果只是一般的害羞什么的，你手不会开成这样，我开成这样我很害羞，这样手会往中间稍微挤一点。所以我处理方式是把它往中间靠。你感受一下。好，再来是5、6。好，5、6的话呢很好懂吧？好，就是你的小腿，角色小腿接鞋子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跟的凸起很重要。然后有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动作，然后让这个脚背呢拉直？我觉得有这个价值，所以我在改的时候，你看，我把这脚拉的直一点，所以我这个鞋子看起来就比你硬，对不对？然后你这个鞋子感觉上就是厚实板粘一粘而已，没有真的有那种鞋子硬实的那种皮鞋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从脚跟去发想起会好很多。脚跟形状你只要凸起的够多，它就会引导你的脚背，然后你在表现上整个鞋子的形状会比较稳定。不要低估凸显脚跟的重要性，很多人都会漏掉这个。这个有什么好啰嗦？就真的很值得啰嗦。很多人就是脚跟不画，呈现的不够好，那立体感呢就少很多。然后再看呢，就是明显不够好的，就是这个裙子的皱褶。这皱褶就不太好，那这是比较好一点的。
对应的这个抬起的腿呢，先往上扬，然后在这边挤着，好，这是我的处理方案，看一下。对，皱褶这边相对弱一点哦。再来呢，是我把后面这个角色的身体改掉。那我刚刚有讲嘛，就原本这个身体这边太平，铺成平面贴着，因为看起来是要有点抬起上身抱着这个角色，所以呢这边要收缩一下。那处理方式是把轮廓由原本相对直一点的，把这个转折改出来，改出这个转折之后呢，身体的那个远近重叠、肢体的重叠呢就会明显起来。那往下相应的臀部位置呢就要微调一下。那另外就要注意一下这个这种呢有些人很吃这套，就是画那种完全没有关节的那种小腿跟脚掌，弄得跟整个跟橡胶一样。我知道有人吃这一套，那我觉得可以，只是呢你有点画得太过，就是有点画得太夸张到就整个好像充气的一样。我推荐稍微还是带一点正常结构，引导一点回来。你看我这边也是弄很圆，对不对？但是我脚趾地方我还是带一点结构，脚跟的地方还是带一点回来。我觉得稍微也顾及一下会比较好，整个逻辑会比较坚定一点，对不对？来看一下